周易系辞里说，在天成象，在地成形，在人成事，易经有异象，易数、易理，易象就是64卦的图，易数就是算术，比如铁板神术、哨子神术。术是具体的东西，对应在地成形；易理就是易经的道理，对应在人成事。天地人三才，命理属于天文，风水属于地理，福报属于人事。较上知天文，下知地理，中知人事。易经有简易、不易、变易，道理是千古不变的，象是一直在变化的。易经非常简单，精通周易的人，那些玄学武术都不用学，术数属于术的层面，周易属于道的层面。不管是学风水还是占卜预测事，懂了周易，直接从象就能看到发生的事。这节课就来讲在天成象，在地成形，在人成事，它们三个是一一对应的关系。就拿中医来说，同一种病，同一种药，如果邮寄中药的时候，快递非常不顺，不用占卜就知道病好起来非常慢，药效大打折扣。下次邮寄顺利了，代表病很快就会好起来，药效也非常好。这就是从象上面看到了事情。可能有人不懂何为在天成象，在地成形，在人成事，就是天上呈现的象，地上有个实物与之对应。地上的形是天上象的体现，天地之间的规律是一致的。天上的象决定地上的形，比如一个人出生时候的时间和空间，那一刻象确定了，就是人一辈子命运定了。地上的形就是这个人一辈子做的事。就是在人成事，一般大事件是固定不变的，除非改运、改风水或积累福报。那么阳宅风水是什么？就是房子的结构和形状，以及周围大环境。这个环境是实物，在天上必定有象对应，象也对应事情，所以风水影响人的命运。命运就是一系列事件组成，比如发财、什么时候结婚或者光棍，都是对应事情。流年不顺的时候，是象在克你，所以风水也可以克你。象出现代表要发生某个事情，比如陨石坠落，代表大人物要离开，或者某个影响历史的大人物去世。突然狂风暴雨，他的画像从墙上掉下来了，象出现了，代表着某个事情发生了。这也就是精通了周易，看到了象，就知道接下来发生什么事，根本不需要占卜预测。比如你在打牌，你老婆把孩子抱给你，叫你抱一会儿，你一边抱着孩子一边打麻将，接下来你就要赢钱了。你知道了这个数，下次照做也会赢钱。但是换一件事你就不知道了，那是道，术可以学，道要靠悟，具体什么原理不清楚，猜测一下，可能你会发现一个现象。当生了一个孩子时，你的赚钱能力变强了，要赚钱养小孩，所以孩子也叫食禄、自带禄，或者可以理解成送财童子。小孩阳气重，阳气重代表肾气强，人的运气就会变好。当你打牌的时候，你老婆打电话叫你回去，你要马上回去，不然接下来要输钱了。通过象就知道后面的事，猜测一下，妻子代表妻财，财叫你离开牌桌，如果你不离开，财只能离开你了，跑到别人那里去了。哈哈，当然这只是猜测，因为接下来有很多例子。在周朝，有个樵夫挑柴，被周文王带领的随从马队惊吓到了，意外撞死了一个人。周文王有事要处理，就在地上画了一个圈，叫人在那里等他回来。为啥不怕人跑了？因为周文王会卜卦，占卜之后会知道你在哪里。不跑还可以辩解，跑了抓住了直接处死，所以一般人都不敢跑。樵夫找姜子牙帮忙，姜子牙叫樵夫回家做头七。注意象出现了，文王回来一占卜，说这个人坠落山崖摔死了。占卜是什么？是问鬼神，鬼神告诉占卜的人，樵夫已经不在了。姜子牙用的是法术奇门，
周文王用的是命理奇门，所以象出现了，代表事情发生了，这是天地间的规律。有人可能会说，鬼神不是神通广大吗？你骗他会不知道吗？这就讲一下祝由术。为啥一道符就能请神帮忙？因为在上古时期，人神共同生活的，人和神之间是有约定的，那个符咒就是请他来的，他不来都不行。这是宇宙大道规律，一切维度的个体都要遵守。周易讲的就是宇宙大道，道德经也是讲宇宙大道的。象出现了，在宇宙当中是通用的，就代表发生了某个事情。倪海厦老师讲过，象是变化的，就是变异，但是道理是不变的，就是不易。倪师举了一个例子，道直的故事叫道义有道。一伙人去偷东西，站在屋外就知道屋里藏什么，叫胜；决定什么时候入手，叫智；第一个进去的人叫勇；给大家断后，负责掩护，叫义；赃物分配的均匀，叫仁。现代完全不需要去偷东西来说明这个道理，其他事情也能说明这个道理。这就是象在变化，道理是不变的。你是说，如果通过术数算出哪一天出灾祸，提前一天做头七，让象出现，这样来抓人的时候就抓不到你了。象出现了，代表已经死过了。倪师的学生试过，结果邻居出事故了，给他吓到了，跑去问倪师，这个就不好判断了，到底是抓错人了，还是那个人命里那天就要出事，无法验证。这也说明象对于鬼神也是通用的。当然，抓错了肯定回头还会来的，这种事情因果太大了，所以一般大师不会改别人因果的。有的大师让事情延后，钱收了，事情没解决，只是延后了，当然会有反噬的。你自己会术数，你的福报高才行，不然你算不出来。算出来了，代表命不该绝，福报抵消阳寿了。下面讲风水和鲁班书，有人可能会说那是迷信，有人不相信，哪里有什么风水？风水其实就是磁场对人的影响。你可以拿个罗盘去你家的厕所，指针会晃动的非常厉害，偏差也非常大，拿到其他地方指针就稳定了，这就说明污秽地方磁场强，影响罗盘了。这种磁场看不见，空气也看不见，你能说空气不存在？看不到不代表不存在，宇宙中大部分都是暗物质，就像有人自杀的房子，一般人都不敢去住。你不相信，但是你就是怕。行峦风水是看得见的，比如房屋形状、马路反攻煞，这些看得见的就是像家里人身体不好、事业不顺，代表事情。好的风水师看到了象，就知道有多大影响。当然，不管风水也好，别人对你下了鲁班术也好，你八字强，福报多，啥事没有，因为是天地人三才，命运受三个因素影响，前世因果就是今生八字。前世做了很多善事，今生当然要回报。今生做了积阴德的事，福报自然多。最好的风水就是自己本身。下面讲鲁班书，有一个叫摇摆少女的博主，他分享了一个关于祖宅背后的鲁班术的故事。他家老宅是1988年花35000元盖的，那个年代万元户含金量非常高的，他的祖宅可能被某些嫉妒的人下过鲁班术的。在风水中，门前路如果像弯弓，弓背对着房子，就叫反攻煞，他家门前正好有反攻煞，他家发财了，长期住城里可能遭人嫉妒，修路直接弓背对着他家房子，首先风水就不好了。由于房子有问题，后来他家里的生意每况愈下，城里房子都被贴了封条，相当于破产了。他妈妈晚上看见窗户旁边的墙上有个水印，看起来像个骷髅头，然后就请风水师来看。风水师在有骷髅水印的地方向下数了5块砖的高度，然后把墙砸开，发现有个小泥丸一样的东西藏在里面，把泥丸抠出来打开，里面是一张纸条，
纸条上正好画了一个骷髅头，骷髅头下面还写了一串字，叫月月生病吃药。这个东西风水师就给他们处理掉了，然后晚上就看不到那个鬼影了。接着风水师又破了第二个局，在大门的横梁上面又找到了一个泥封的东西，打开又是一张纸，纸上画了一张画，就是一个大货车翻掉的图，这显然是有人在诅咒他们。门的大梁上下在鲁班书中有个专业的名称，门的大梁上部称为门楣或楣梁，下部的大梁称为门槛，又写作坎坎。大梁上面装修完，最好都要检查一遍。比如有人发现大梁下面埋了一把斧头，后来他买了3把鲁班尺，现场量给大家看。鲁班尺中间上面有一行黑字红字，其实就是测阳宅凶吉的，下面一行黑字红字是测阴宅的。他就发现家里很多关键的地方，什么天井门窗都是不符合阳宅那个比例的，而是符合阴宅那个比例的，而且楼梯也是反装的，门的形状和外面贴的瓷砖也感觉很奇怪。到这里有人就提出疑问，因为他家周围树都枯死了，有人说可能地下有汞，但是挨着他家的邻居周围树木都是绿色的，如果有汞就影响他一家了，这个也说不通。还有人说他家祖坟出问题了，导致人不顺，不是房子问题，因为他家房子换了好几个租户都搬走了，说房子有问题不敢住，祖坟有问题只是影响自己人，不会影响别人的，这个也说不通。还有人说风水师用了障眼法，这是变魔术吗？一般风水师看房子，家里人肯定在旁边，把里面泥丸拿出来，打开有纸条，除非变魔术。再说好的风水师也懂得反噬，赚钱影响自己和子孙后代吗？关键是处理掉了，确实看不到骷髅头了，肯定做了什么处理。如果没有泥丸，直接做法事赚钱不也行吗？为啥搞个纸条多此一举？因为他家请了第一个风水师来看了，直接说处理不了，第二个风水师肯定有点水平。退一万步讲，就算障眼法，那鲁班尺现场测量是真实的吧？尺寸符合阴宅尺寸，要么有人陷害，要么就是水平不行。在某个特殊时期，真本事的造屋师傅都流失了。后来的造屋师傅是半路出家的学艺，鲁班尺用错了，用成阴宅尺寸，这也是一种情况。那个房子有反攻煞，鲁班尺用错了，这个是确定的。这就是形状出现的像，造成他家后来衰落的事发生了，通过像就能看出发生的事。那栋屋子有人看别的频道，似乎是因为那户人家之前有些恩怨，有人混进建筑队去搞的。是不是建造房子时克扣了工人师傅，诸多挑剔，还克扣工钱？这些都是网友猜测，下咒的人也会不得好死。这也就是为何施鲁班术的人都会3缺5弊，学鲁班书的也叫一代人，学是要付出代价的，可以赚到钱，但是绝后。诅咒跟祝福都是8分向外，2分向内的，而且如果破掉了，会直接原路返回。破解方法也很多，房子重建最好。如果怕别人诅咒，可以诵读楞严经，楞严经比较长，也可以诵读楞严心咒，比较短。一命2运3风水，风水局也只能影响命和运不行的，八字够硬的，住哪都压不住。下咒的人如果被破了法术，他也会被反噬的。鲁班尺有分阴与阳，分别用来丈量祖先用还是活人用的，用错就糟糕了。人善，风水不用看就是很好，坏人做法害不到他。鲁班术和量子力学、磁场风水差不多，都知道吸引力法则。你心里认为已经发生了，心念表示像出现了，但是现实不符合像，宇宙只能把你变成像的那个状态。周易的道理适用于宇宙。在阳宅9宫8卦图中，母亲住南方2女位置，叫地火明夷卦，容易生病。如果不是母亲住就没问题，
当了母亲，相出现了，住进去就会发生事。有人小时候听过一件趣事，镇上有个有钱人想建房，但因小事得罪了盖房的师傅。那师傅在上梁时下了一个符咒，要有大家有。屋主住进后，每次要上厕所，全家人都刚好同时要上。以前的厕所都在屋外，且只有一间，非常麻烦，要用房内的尿桶再拿去倒。后来怀疑被下咒，请师傅看屋况，最后在梁上取下那张符咒后化掉，情况才好转。师傅是怕反噬不敢下太重，只是想小小恶作剧一下。有人父亲会鲁班术，但从不用。刚认识他母亲时候就知道他姥姥没有亲生儿子，因为东厢房墙上被放入了钥匙。古代长子住东宫，什么原理？猜测一波。东方属木，钥匙属金，金克木，看见了钥匙就看到了相，就是知道后来家里发生的事。这就是懂了周易，直接知道事情结果。知道了相的概念，日常生活中就有非常多的应用。如果怕生大病，就经常去医院门口走走，让相出现；怕官司，就经常去法院门口走走，相出现了就平安。如果命里推算有牢狱之灾，在那个年份就在家读书，或者去学校读书避灾。屋里一个人就是求字，相出现了，灾就化解了。如果想让自己运势越来越好，防止漏财，用红布把大米包住，面对大门，挂在大门左上角。左上角是聚财的位置，大门可以吸收负能量，大米可以捕获厄运。7天之后，把大米取出，丢到垃圾桶里，把扫把放在厨房，有助于生财，这叫以屋纳财。厨房是家里的财库，而扫把是扫除穷气的工具，把它放在财库，寓意把外面的财气扫进来，把家里的穷气扫出去。记住，扫把头朝上，才能把财气顶起，不然等于把财气倒掉，